说吧，你能怎么帮我？只要能处理掉他，让我干什么都行。你事儿抵事儿，你也帮我们一件事儿就行。是你。 还没出来。胖子，你抖啥呀？害怕了？我兴奋，着急抓他。 2个小毛贼，我自己就收拾了，怕啥呀？那可不是小毛贼，一个月作案4起，盗窃珠宝金额高达90万，而且我猜测，他们手里有这个。怎么，兴奋到极点了？刚才是兴奋，现在是椰子水喝多了。我刚喝7个这个，你再忍忍，忍一时风平浪静。 他们就全出来了，我再忍一下，我就出来了。上厕所啊！你懒驴上磨吗？这不是？出来，走。
没事。穿成那样错不了。哎呀，阿甘还没被抓住呢。副长，再不抓不到。行侠仗义，见义勇为，蹲点抓贼，替天行道啊！行啊，你们一个一个的当我们警察吃干饭呢。还有你，自作聪明，你是提供了线索，但又没有警方介入，能抓住偷珠宝的贼吗？雷东队长，我们一定会向您学习的。少拍马屁。来，拿着，把这和解书签了，把钱赔给人家，这事儿就算是结了。想破案是件好事儿，但是你们心太急了啊！做警察是一辈子的事业，不能靠一时兴起，更不能冲动行事，按耐不住内心对正义的冲动，往往会误入歧途。队长，追求正义难道就有错吗？目的是对的，但是方式错了。方式错了，目的就跟着错了。要作为一名合格的警察，没那么简单。你们还有的学呢。您放心，我们一定好好学习。哼，别以为我不知道，嘴上说好好学习，其实心里边啊不知道怎么骂我啊。嘿嘿，臭小子。好了，记住啊，千万不要让冲动毁了自己，更不能让生活磨平了棱角。是。好了，你们都是警校的新生，不打不相识啊！来握个手，这算和解了。你们的衣服怎么搞来的？网上买的，要链接吗？太假了，不需要，谢谢。好了，行了，少废话了，来握手。啊？不好吧？来，你手拿过来，握着手，过来。祝你们学业有成，4年之后，我还在这里等你们。好，好，好。穿假货，但假货你也没有。哇哦，真的好假。要不再来一架？来啊！来，进我们的不打不相识。我一直有一个问题想问啊，大家都为什么想考警察呀？因为当警察，好找对象。你就是那一点出息。你再学我，喝酒。200，我给你们加了个菜。螃蟹，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啊，老桑也是跟我们是同期新生哦。然后就是介绍一下阿甘、阿泰、苏太果，欢迎老桑加入我们。哎，我刚才没说完呢，到你了。我就不一样，我觉得做警察可以当英雄，可以为爱的人给他一份安全感。白涵，我今天中午看你这个一身上下都是名牌啊，家境这么富有，也想当警察呀？我当警察呢，就是因为廖二白，我就喜欢跟着他，他干嘛我就干嘛，他去哪儿我就去哪儿。确实啊，
像我探视人廖志白，大家肯定都很想跟着我一起去学破案，对吧？哦，哎，那你探视人廖志白，你是为什么想当警察呢？我啊，其实我从小就想要当一个警察。我感觉冥冥之中好像有一股力量，一直在召唤我，在跟我说，你一定要当警察。这确实也是我最有热情、比较擅长的事情。而且村里所有人都叫我天才探视员。开玩笑的。老三，你为什么想当警察？我听你们说完，我特别的惭愧，我没想过当警察。因为我们家穷嘛，当警察最好的是他是个铁饭碗，而且一年四季的制服都发，我就不能再花钱了。别听他谦虚，他随便就考上了好吗？他超级厉害的。没有，但是我已经想好了，如果我不当警察，那我就在学校门口我开个小卖铺，咱们警校这么多的人，肯定差不了。哎，呸！我们这还没入学呢，不说丧气话啊！不是那个意思，但你们也知道，入学1周后我们就打比武，我这条件，也是。来，谢谢你们啊！来，我也干了。不好意思，我经常不喝酒，对不起。说到底啊，咱们白天呢在街上又打又抢的，最后没受到处分，不是因为咱们是警校新生有特权，而是因为廖志白帮忙把案子破了，将功抵过了。对，我们一起敬廖志白。来，稍等，别以为就干个杯就能过去啊！这案子是我破了，叫我一声师傅。就别叫师傅了，叫爸，怎么样？不是你们叫爸，哎，爸，爸，叫不了，我炫一个来。等我买หน่อย我เกิดใหม่นะ于阿宝被廖思远送到了养老院，我看了，只有门口有监控，正好方便我们以后探视。我下午去看过了，于阿婆的状态比我想象的好。你突然出现，不怕被提醒的人看见吗？在黑暗里藏了那么久，也该出来晒晒太阳了。
哎，袁阿婆被抓走了，人被带上了一辆救护车，车牌号是 B 日3218，车上2个人，其中一个左眼睛上面有大刀疤，应该是铁金手下一个外号叫独耳的混混。二干，道上人我熟，我去打打量。我跟他一块儿。这局没打完，回来继续啊。行。应该是你昨天下午被监控拍到了吧？哎，不能去啊！这根本就是个诱饵，为的就是吊他们上钩。监控显示救护车已经停在这1个多小时了，怎么到这么偏僻的地方来？不是铁心，那会是谁？一个很想见到我的人吧。哇，好久不见。你长高了呀。倒是你啊，一点都没变。你为什么不找我？10年了，我一直以为你死了，可你明明还活着，为什么不来找我？这10年你在哪儿？这一切又是怎么回事？你饿吗？我好饿，请我吃碗面吧。真好吃。你不吃吗？这么浪费。我吃。怎么了？一直瞪着我。我不是不想找你，而是我不能。只有廖之白是一个死人，廖思远才能够在日光之下好好活着。我已经连累爸妈了。我不想把你也给害死。什么叫连累爸妈了？你知道，在我们村里，最开始制造 AH7的人是谁吗？
是我们的父亲。不可能！我这一开始我也不相信，但后来我发现，他们口中说的货，就是 AFC。村长，我初步设想的就是这样的。然后呢？你回来好好想想。啊，知道了，我再想想。那个，我今天，等一下。我今天来的主要的目的还是那批货。人家催了半个月了，再拖下去不合适。你也知道，最近查的比较紧，而且原料也被卡住了。让他们再等等吧。不是，你看啊，上次你跟我说是工艺的问题，现在你又跟我说是原材料的问题，我怎么觉得你是在故意拖延？我怎么会呢？放心吧，先回去啊。爸，你是在找这个吗？什么时候开始的？2年前。2年前，我得到了一个秘方，3000块，我就召集了一批人手，跟着我一起干。爸，你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？这是犯法的事情，你在制毒啊！除了爸以外，还有宋恩、泰树、米娜，他们都参与其中。而且果干工厂就是他们的制毒基地。每当一批货制造出来，就会有一个人叫铁心，把它贩售到布河。那天我发现这件事情，那个晚上，我跟爸吵了一架，吵得非常的凶。我跟他说：“你有1天晚上的时间，只要天一亮。”我就会去报警。爸，院子里坏掉的台阶和地面全都补好了，家里的事情我也都跟你妈交代了。等到我把厂子里的事情安顿好之后，我就去自首。其实不用那么着急啊，早晚的事儿嘛。啊，对了，有件事情我想跟你商量一下。什么事？这件事情啊，从头到尾都是我们几个干的，你妈妈什么都不知道。我会带着他们去自首。我进去以后，思远还有你妈妈，就拜托你一个人来照顾了。
你觉得他们会听你的吗？他们一定会听我话的。好，我这就去跟他们说。没想到，我们都太天真了。他们那些人根本没想过自首，而且他们很害怕，害怕爸去自首会连累到他们，所以他策划了一场大火，来去除掉所有的后患。我这伙房啊，绝了！儿子，别回来，快跑！可是火场里明明抬出了3具尸体。除了班帕以外的那具尸体是铁心的手下，具体他是谁我不知道，但是他们肯定买通了法医，让那具尸体成为了我。那你是怎么逃出来的？因为我跟你一样，在提我的时候，我根本不在家。我在村子的河边，有一个人向我开了一枪，我不知道那个人是谁，然后我掉到河里面去，失去了意识，是苏帕把我给救了回来。这根本不是什么偶然的天灾，这是一场精心布局的谋杀。那你的毒检报告呢？既然火已经烧起来了，那必须要有一个放火的人吧？那除了我，还有谁比我更适合当这个角色呢？凶手在这一开始已经知道怎么样圆满去说这个故事。他们在我的水杯里投入了 AX7，然后立刻报警，给我进行尿检。那份毒检报告就顺理成章地产生了。证据链条非常的完善，犯罪动机非常的充分，于是廖知白吸毒致幻烧死全家的故事终于落下了帷幕。完美，天衣无缝。在成为了死人之后，我躲了一段时间，直到我打听到了白涵的消息。他买下了我们曾经聚会的饭店，
并在暗地里继续调查。谁？没死啊？没死。那接下来就是不死不休了。接下来就是不死不休了。廖志本，你可以告诉你身边所有人，你为什么就不告诉我？只有我像个傻子一样，以为家没了，爸妈没了，你也没了，到最后只有我不知道。你为什么就不能早点告诉我？至少我可以和你一起去面对。思远，你知道我活到现在的那个目标是什么吗？是复仇。这两个字听起来很简单，是吧？很容易可以说出口。但你根本不知道这10年我是怎么度过的。在最一开始那2年，我连活下来都很困难，每天居无定所，我只能捡垃圾堆里面的剩菜来吃。我不希望你跟我一起过一样的日子，我只需要你好好的活着，平平安安的过完这一辈子，你懂吗？我不是没有找你，我一直都偷偷的在看着你。哥，好暖和。
为什么没有办法去保护你？但是没有关系，你成为了一个非常善良而且勇敢的人。你知道那种家人就在你面前，但是你没有办法跟他相认的那种痛苦吗？所以我只能静静的待着，等待一个时机。一旦我出现，就会打破所有的平静。可是当你把莱拉的头砍下来的时候，所有的平静都已经被打破。我知道，但如果过去10年我在警校，我学到的是那种所谓用正义来审判罪恶，那这10年我学到的是什么？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。我哪怕只有一点点的良知，那都会成为我的枷锁。巨他妈的正义！所以是让我自己一个人成为恶鬼。这个世界需要一个真相，可以吗？可是现在我已经知道了。所以呢？你要去报警呢？我不报警，我帮你一起。我不需要。我不管你需不需要，我有我自己的想法，你不需要替我做决定。你真的长大了。我活着的事情先不要告诉你姐，我怕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。夜色长的下无尽的走廊，没有月光，没有神指引方向，回忆滴在我的心口中央，安静里只剩下空荡，虚假的真相未曾改，被掩埋，被遗忘。流星之上，还温热的香，再次被点亮。是谁的伤，早藏着，谁在谎言尽头面具背后腐烂的，谁的温柔不该尘埃用灵魂去感受命运的锁链，藏向我们今后陪伴你所有。若你不死我不休，那就一起去见证最后。